这些落发者很年轻啊，他们有些是学生，就是没有这个经济状况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先挡一挡？那你可以买个，这个必须建立在你自己的头发状况还不是很糟，还只是稀疏而已，而不是。Hello YouTube， 小编有问题想要问，请说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最近啊，极客九法的报名者啊，跟阿夫特甄选的落发者们，那个年龄都越来越轻，他们都对于自己的头发状况感到很迷惑、很迷惘。可以请过来人教他一些心路历程吗？其实我自己19岁就面临掉发，也算是够年轻的。如果你的剪头发设计师告诉你头发有状况，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的严重了，建议会先去寻求皮肤科医生看有没有处方。那当然可想而知是应该没有一个药物可以根治雄性秃啦。那如果觉得自己头上有点空，感到自卑，我心情上应该如何调试呢？我觉得秃头不是我们愿意的。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不在意，你可以就不管它。但对我而言，科技假发，我们家的这个 Domo Hair 是最棒的。这些落发者很年轻啊，他们有些是学生，就是没有这个经济状况去负担我们的发片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先挡一挡，等他们进入社会再使用发片呢？如果3-5万你觉得费用还负担不起，那你可以买个发粉，我们家的发粉那1-2千块钱就可以来使用。那当然这个必须建立在你自己的头发状况还不是很糟，还只是稀疏而已，而不是光秃的情况之下，那你可以来使用。除了购买的方式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我们的发片？我们现在正在举办阿夫特甄选活动，阿夫特就是说邀请你来做见证者，只要你有兴趣，那你可以来报名，一旦录取，我们就会免费帮你改造还原你应有的发量。有发友问小编说啊，我现在开始好像有一点点秃，我现在就可以用发片吗？因为我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秃发的问题。这个取决于说你的状况。秃发状况，那我还是建议你到门市一趟，让设计师来给你做判断。如果说真的还不需要用到发片，也不会建议你来使用。落发到什么程度可以来使用发片啊？比如说是 M 型秃的话，要长什么样子我才可以来使用 Domo Hair 的发片？我觉得通常是第2期、第3期开始就可以来使用发片了。那第1期跟第2期这之间，其实还可以用发粉来挡一挡。所以不管你是秃的什么类型，都是看到第几期来决定你可不可以用。应该说建议啦，如果说你是现在第1期还不需要使用发片，你可以寻求医疗，也许吃个药，那你可以慢慢的恢复回来，当然它会有副作用。那第2期、第3期其实现在药物治疗也很有限的，那当然你就可以考虑使用你家的发片。好多发友都说药物只是延缓掉落，并不能长回来。对，药物没有办法去根治它，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可以根治雄性秃的药物或方法。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年轻的发友，我有能力使用 Domo Hair 发片，因为我还很年轻，我的掉落范围还在变大，那这样子发片经常需要更换吗？这跟身材一样啊，你的身材如果变胖变瘦了，当然就会不合身啊。那在一般雄性秃，它的期数应该是维持了2-3年才变化一期是比较正常的。讲一些给年轻发友的鼓励的话。其实面对秃头，没有人心情会好，但是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。我常讲，少花冤枉钱就是赚到钱。我个人在秃头上面花超过100万台币以上，那到最后还是正确的方法就是Domo Hair来解决我的秃头问题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面临到秃头的现象，先不要慌，不要乱花钱，什么生发水，什么帽子，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先不要。如果有效，说真的就不会有秃头。我建议你先缓一缓，然后先寻求医生的处方，听听看医生怎么讲。真的没有办法，你可以考虑使用我们的科技假发，这个是最实在的啦，因为它不开刀、不吃药、不打针，不会伤害你的身体，然后又可以立即见效。看完这一集呢，年轻的发友或者是年长发友都没有关系，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身为学长的我，当然会竭诚为各位来回答。我们就期待下一集见喽，哟。